快乐不整虚的，咱的评价都是真的。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。番茄是个宝，茄皇错不了。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。颜值饥客鲜满10分，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。一口畅爽，烧烤更有烟火气。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。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，助力宝宝体质双优。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。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，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。咔嚓咔嚓，一起脆翻天！本节目由美味酥脆、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。托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，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，享优惠看演出。我们即将开启本赛季第3赛段，我们叫5险2进赛。我说我只是不比赛，又不是不要脸。我特别怕我没有给广智登，广智要做校友团冠军，这好找工作吗？嘴里念的说的是好优美的中国话。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。I'm star, I'm movie star。根本不是表演，是个明星的演出。我真的特别爱你，为什么你会 encore encore encore？哇，太开心了！经过上一个阶段，我们终于到了这个赛段了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由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的《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》的第3季。我是主持人张绍刚，我们即将开启本赛季第3赛段，我们叫5险2进赛。解释一下，我们这个赛段一共有35组选手，在赛前组成了7个小队，队内5人轮流表演，每个队员表演后将公布所得到的票数，5人票数相加就是小队的最终分数。所有小队表演结束之后，总分最高的那2支小队完整保留，全员晋级，并且有机会角逐年度冠军团。其余5支小队解散，进入到待定状态，根据个人票数的高低补足本赛段剩余的晋级席位。本赛段一共有25个晋级名额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正式欢迎本赛段的7支小队登场。各位，首先出场的这支组合，他们的队名叫铁锅炖棒棒糖，掌声有请阿塞、风心彤、史岩、瑞瑞、小齐。这5个有点太强了吧？这5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铁锅炖棒棒糖。马上要出场的这支队伍，颇有8大怪，掌声有请吕博伟、陈火腿、君熙、海波、曹国。为什么5个人是8大怪？为什么是8大怪？马上要上场的这支队伍就在一起，掌声有请陈小静、白小白、小杜、阿修、顾青云。来，1、2、3，走，就在一起。
要和大家见面的这支队伍，3对2，掌声有请丹妮、李梦洁、治愈、小武、荒岛人气王。3对2。下面要出场的这支队伍，他们的名字叫3季男孩。掌声有请 Seven、季业、高寒、赵越、贾浩。3、2、1，3季，创造奇迹！太大了！下一队，竹林五贤。掌声有请翟晓明、TZ、岛主林琛、冯子豪。最后要上场的这支队伍，它的队名叫舞文弄墨。掌声有请小四爷、韩大狗、侯世元、张俊、王大刀。我选小四爷。张四爷，对，这肯定的。快跑！好帅！帅不帅的？来，掌声送给即将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朋友们。我们还要把掌声送给我们校友团的新成员，掌声欢迎瞿颖。哇，终于等来瞿颖姐了，等了。哎，我比你大吧？所以我才叫瞿颖姐。哦，好。少刚弟弟，哇，怎么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东西？好久没见少刚了，我都有10年了。我们两个10年没见了。在今天之前10年都没有见过面吗？周深老师不需要你强调。我是单纯的好奇，真的好奇。就是少刚在健身之前，我们还见过。是的。健身之后我们就没见过。是的。然后所以这次健过身，好了，周深啊。所以少刚老师的腹肌600多块腹肌。我打算和瞿颖姐聊会儿天儿，你们两个觉得可以吗？我们就是路过的路人。对对对，哇，明星哎，明星哇，他们10年没见。歇会儿。哎，来老师，您聊啊。这次的期待值是什么？来这个舞台。我能来，我就非常非常激动开心了，因为我是脱口秀的老粉丝。我是从第1季的时候开始追，忠实观众啊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参赛的，现在好像都当领导了。确实是脱口秀的资深观众。是的，是的。那今天马上要上场的这些朋友里面，有哪位是你有印象的？小四爷张俊。您不是说您特别喜欢曹国那个第一回那个？曹国是我这次早上说的不？对，早上说的。早上撒的。你快把我吓死的！曹国还有那个矮的。陈火腿。瞿颖姐她也没有这么矮，这还没数据线长呢，就是这么矮啊。对，还有像欧豪的最帅的小五是吧？小五啊，都记得的。还有今年的新的有谁？空少。阿帅。老的我全认识，季业呀，什么那个美妆博主啊。大刀我也印象很深，他是上一季的。是的。他很有自己的特点，而且大刀跟张俊这个型儿太像模特了。他们
俩绝对是那个超模的这个身材的比例。哎呦喂！啊，还有好多我可能一下子没说到，但是我真的全部很多都认。小齐那还用说吗？对不对？那还用说吗？中专嘛，对吧？啊，中专对。只记住关键词儿。我也是中专毕业的，对，全都熟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瞿颖今天来完全是带着脱口秀的爱。我就是一个粉丝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相信今天瞿颖一定能够给出来最好的、最有效的，并且最充满爱的反馈。再次掌声送给瞿颖。同时还有我们常驻的笑友团的朋友，大张伟老师、周深老师、鲁豫老师、鸟鸟老师。现场还有一直在努力的耕耘着脱口秀的、支持的，还有全国各地的俱乐部的主理人的代表，欢迎各位。哎，大家是不是眼尖的朋友在主理人那块突然看到了一位熟悉的朋友？上个赛段刚刚离开我们，这个赛段就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归了。块哥，块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你的身份是主理人还是你们公司的员工啊？今年我的身份是脱口秀爱好者啊，哎，票友，对，我是一个名誉主理人，现在是啊，坐在那个位置，状态不一样吧？好好的这个欣赏其他选手的比赛呗。这句话说的好像风轻云淡的，还挺好的哈。对，必须得呈现这种态度，现在是。那公司现在是不是还可以？呼兰接手之后经营的是还行。对，呼兰现在老板了。呼总，我希望你的不能说是呼兰，我们现在得尊重他，对。然后张绍刚老师，您是脱口秀这么多年的老朋友，愿不愿意也去拯救一下开花？花哥，我最近刚试了一下线下的开放麦啊，我决定下次去深圳，无论如何我得去。感谢您。不，块哥，谢谢给机会啊！感谢。这么凄凉吗？块哥，现在全场开始捐款，好不好？每个人，他们也不至于。块哥今天往那块一坐，身份不一样了，主理人的身份，是考虑着公司的经营，开始想着谁表现好，就得邀请往那俱乐部演出去。对，我这么说对不对啊，块哥？表现好不好的都得邀请。可以，来吧，不要那么凄凉了。再次掌声送给所有的俱乐部主理人们。来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在比赛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专门请了一位开场嘉宾。他从长安来。是去年脱口秀最好的朋友，也就是去年的大王。今年我们的总编剧何广智老师。上场前，何广智老师专门嘱咐了我，说让我的幽默不用过多，希望把剩下的幽默全交给他。让我们掌声欢迎何广智。大王来了，恭迎大王围攻。谢谢，感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广智。哎呀，谢谢，太热情了，不用这么热情啊。那个，好了，可以了，行，不用客套了。接下来呢是来给大家开个场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这个最近的生活啊。其实说实话，我准备这次开场还挺焦虑的，他们还说我说你又不比赛，你焦虑啥？我说我只是不比赛，又不是不要脸。今年呢没参加比赛啊，就是没跟大家一起陪大家过这个脱口秀的夏天，因为我自己的春天来了。就可能有人刷到过，就是我在一个恋综里面说了我谈恋爱了嘛。其实说实话，播出之前我挺担心的，我说这要是播出去，得有多少粉丝伤心呀？一个都没有。腾讯视频弄得跟真的似的，起了个标题叫何广智官宣恋情，6个赞，没有人在乎，只有我们董事长跑过来，非常严肃说那个，
圈内的圈外的。我说那个圈外的啊，那没啥意思。不仅不在乎，甚至我们董事长还让我在开头聊一聊恋爱之后的变化啊，有变化。之前我最讨厌那些吃着饭，突然掏出手机来给女朋友报备的，就正吃着喝着呢，他突然就掏出手机来，就开始拍，你知道吗？吃饭呢啊，跟广志一起啊，我就没意思，就不能给彼此留一点空间吗？那时候演出呢啊，说跟张老师一起啊，讲完就回去了啊，我得这个抓紧时间讲了，讲完还得回去啊。你像我的这帮朋友们，大家每年辛辛苦苦的比赛，就是为了能在观众那里留一个好的印象。我今年没有来比赛呢，目的也是为了给观众留一个好的印象。因为大家已经看过最好的我了，我不可能更好了。就之前我就不理解，为什么很多足球运动员会选择在巅峰期退役，现在能理解了。你一直踢，状态一直下滑，一直走下坡路，直到球队把你清理出去。不如在巅峰期退役，因为我觉得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，最适合的就是滚。所以对我来讲，今年不参加节目就比参加节目好。当然，比不参加节目更好的是，今年两边节目都别办。就是大家对脱口秀的印象就停留在我夺冠那天。事与愿违啊！今年看着两个节目准备的热火朝天，说实话，有那么一个瞬间，我甚至产生一种冲动，就是想给脱口秀举报了。后来没有举报的原因是，他们找我来当总编剧了啊，被招安了啊！总编剧好，总编剧这个身份好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如果今年节目播得不好，我就会说，那没有我参赛，那能行吗？如果节目播得很好，我说那还得是我总编剧领导有方。当上之后呢，很开心啊。虽然就是说手底下一个人也不管，但就有一种当官的感觉。我当天就给我奶奶打电话了，我奶奶不愧是山东人，张嘴就问了一句很懂行的话，她说：“那你跟程璐现在你俩谁大？”我说分情况啊，一般岁数是他大。你要问具体工作上听谁的，怎么说呢？我跟领导的意见从来没有出现过分歧。还有的时候，我跟陈哥我俩会一前一后的分开读稿，就很尴尬呢。有一次看完一篇稿子，我说你这段删了吧，这段跟下边这个段子它没什么关系。他说陈哥刚才给的意见是就按这个写。我说啊哈。我刚才光看下边这个段子了，我没看上边这个段子。这段虽然跟下边没什么关系，但是很符合上边的意思。而且我发现人这个当了总编剧之后呀，确实都无法共情昨天的自己。就发现人在不上场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时间是无限的。我劝别人都是我说还有1天半的时间，再改一版还来得及。结果突然通知这期我也得上台，我说就剩27天了，够干啥的呀？说了这么多总编剧的事啊，大家也不要纯拿我当编剧啊，因为编剧这个人设他都不好接活。我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啊。你看去年我还去那个腾讯的星光大赏，还去领了个奖，年度最受欢迎喜剧演员。当时这个奖呢，他颁给了2组人，一个是我，还有那个喜人的冠军小力士。就我们哥仨就一块儿上台领奖嘛，要上台领奖，也没有人告诉我小力士是大长腿。就那哥俩有多高呢？我身高172，我们哥仨平均183。还是很开心啊，得到了一个奖杯，特别大，特别沉，不方便携带。但是最后我还是把那个奖杯给带回去了，因为我觉得扔在那儿显得对人家主办方不尊重，是吧？其次就是一看就知道是谁扔的。然后我就决定还是带回去，我就背着那个奖杯坐飞机过安检啊。果然安检的时候还是被拦下来了。他说：“先生您好，您包里是不是有一个奖杯？”我说是。
虽然喜欢我的人有不少，但我感觉最懂我的人是他。我说需要拿出来吗？我心想也好拿，因为就放最上边了。他说不用。最懂我的人伤我最深。当时我就后悔了，早知道在包里忘了打火机了。我不死心，我又问了一遍，我说那个实在不行，我把奖杯单独拿出来过一下机器呢。他说你单独过机器也不会叫的。我说我知道机器是不会叫的，但是这里不是这么多观众的吗？我说。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，这种情况下只有液体才需要拿出来。我说哦，那我可以理解啊，毕竟我这个奖杯它没有什么水分。很遗憾啊，当时包里也没有液体啊，我都想上美团搜歪码送酒了。你平均15分钟就能送达，想喝就有。我正十分遗憾呢，歪码15分钟就送达了。他说安检直接被拦下来，先生您好，您包里是不是装了个小瓶的红酒呀？我说对，看似是装了个小的，实则装了个大的。那天还是有些失落的，因为跟我幻想的场景不太一样。我幻想的场景是我背着奖杯过安检，然后被拦下来。他说：“先生您好，这个不能背上飞机。”然后我微微一笑，我说：“啊，那扔了吧，虚名而已。”我真的觉得奖杯其实是可以扔了的，因为我这个奖杯它比挂在墙上更合适的地方是挂在嘴边。就像我一样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年度最受欢迎喜剧演员何广智，谢谢你们。广智！再次掌声送给广智。广智作为去年脱口秀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只关心好朋友一个问题：你最近那个恋爱谈的想聊八卦是吧？行，那个最近谈恋爱了嘛，然后就是挺稳定的，最近。可能工作比较忙，然后出差也挺多的，见面也比较少，也没有机会发生矛盾，就是挺稳定的。反正太忙了，最近是确实很忙，还参加了一个化妆节目。对，您对我了解也太多了，这都没人看了。因为大王嘛，谁能不关注？您是嫉妒我参加那个节目了是吗？没有找您。来，这样，今年作为总编剧，用2句话评价一下我们今年选手的水平吧。我觉得今年其实大家都挺强的，在他们的水平里边，多余找总编剧，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够了。现在好像一个领导讲话呀，先是夸的话，再是个鼓励的话吗？多余找总编剧啊！如果真的找总编剧，大家可以对总编剧个态度也可以再客气一点也行。来，再次掌声送给罗广智，谢谢广智给我们带来的开场表演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各位笑团的朋友，和上一轮开始有区别，大家面前的这盏灯只代表1票哦，即便是5人全部都拍灯，也不翻倍了啊。所以，本轮的最高票数是205票。好啊，核心意思，真正的幽默就该由大众点评，那必须的，赞成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所以现场的各位朋友，这是比赛啊。但是紧张是他们的事儿，各位朋友不要紧张，大家的心态就是我看每组的表演，就是我看一个大的拼盘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充分享受看脱口秀的乐趣，并且把最热烈的掌声、欢呼声送给我们优秀的脱口秀演员。各位，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第3赛段5险2进赛正式开始。首先要上场的这支小队，他们的名字叫舞文弄墨。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4个字的意思。他们的目标是创造5种文化现象。你是什么文化？家暴文化、职场文化，使劲的玩弄一下幽默。而这支队伍首先派出的这位朋友呢，大家心中的琼门的接棒人。这2年也去过很多地方演出，很丰富的经历，还确实有不少的故事。开场不易啊，朋友们，掌声欢迎小四爷！加油，小四爷！啊，
谢谢。下午好，朋友们。广智把他的球门接力棒给我了，也不问我想不想要。你怎么不把财富给我？开玩笑，也不用，靠我自己努力也可以变好。前段时间去新加坡演出了，你们也没见过世面是吗？其实对我一个来自小山村的小孩来说，出国一直是一个很遥远的事儿啊。我之前也看过一些旅游 vlog， 跟朋友说我也想出国，他们说你适合去东南亚，你去东南亚都不算出国，你是寻根去了。去之前很激动，但也有点忐忑，因为我做完攻略以后发现新加坡这个国家规矩特别多，惩罚力度也大，比如不能大声唱歌，那就意味着我不能大声说话，因为我说话本来就带调。不冲厕所也会被罚，冲厕所这个好习惯我有啊。我主要是好奇他们怎么查我呀？该不会突然闯进我酒店房间看我有没有冲吧？就算真闯进来我也不怕呀，我就说我还没上完呢。更可怕的是，我还查了针对非法入境、非法滞留、电信诈骗等行为，新加坡还有个刑罚叫鞭刑，用鞭子打你屁股，能把你打成炸开的淀粉肠。规矩太多了，去之前我就告诫自己务必小心行事，结果刚下飞机就出岔子了。刚要踏上新加坡的土地，我就长了个见识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人有一种长相叫非法入境长相。当时我和6个演员一起入境，只有我被海关拦下来了。拦我干啥呀？我记得我刚刚在飞机上冲过厕所了呀。他没有多和我废话，直接把我带到一个小屋里。刚进去好像就有点明白为啥拦我了，因为这一屋子的人长得都特别像我，有小时候的我，老时候的我，女时候的我。一群人都和我很像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群像？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确实是很可疑，我不仅顶着这样一张脸出国，甚至连行李箱都没带，就一个背包，我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去新加坡演出的，就是去放手一搏的。海关肯定是误会我了，可我是光明正大来的，所以海关后面提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心虚，我底气很足，足到甚至都有点嚣张了。结果在海关眼里，我越来越可疑。海关说：“你把预定的酒店订单给我看一下。”我说：“我不需要知道这些啊。”我只知道别人给我订了一个非常好的酒店。他说：“哦，那就是没有呗。”不是没有，是不需要我有，只要过了海关就有人接我。是你们请我来演出的。他说：“那你把演出信息给我看一下。”我就给他看了手机上的演出海报照片，结果海报 P 得太狠了，底下写的还不是我本名。我说：“小四爷是我艺名，但是你仔细看看照片，我俩很像啊。”他很无奈，如果你非说你就是这个人的话，那这一屋人都是。我说这样，你不信我的话，你们新加坡这边有人专门负责对接我啊，我把手机号给你，你跟他聊啊。我就去群里要来了手机号发给他，结果他一打说是空号。我说你打肯定是空号，我打就不一定了。我一打确实是空号。我开始慌了，这是最后能证明我的方式啊。酒店订单我没有，海报照片对不上，
手机还是空号，感觉我是被公司卖过来了，然后被拒收了。海关不让进啊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。你自己来拿吧，拿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，别拿错了。长得都差不多。他说你别拖延时间了，我现在非常怀疑你是非法入境。哎，一听非法入境我彻底慌了，因为我记得非法入境是鞭刑。不行，这一鞭子我不能挨，我得赶紧证明自己。我就打开了某音，我说这是我的社交账号，我有10万粉丝，我真的是演员。你看评论区，他们都很喜欢我，我没必要非法入境，偷偷讲几个笑话回去。他听完还是无动于衷，我急了，我说其实跟我对接的人就在海关外面等着我，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出海关？很明显他不敢。就在我迷茫绝望之际，群里工作人员回拨了电话，说刚刚着急号码发错了一位。终于跟海关解释清楚，海关示意我可以走了。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很恍惚，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虽然脸丢了，但是屁股保住了。出来之后，我看到一起来的演员都在等我，本来还挺感动的，结果他们一上来就说：“你下次来之前可以稍微收拾收拾。”可能就是你这个气质的原因。哎，我心想我气质咋了？什么气质也不该欠抽呀。我觉得我的气质没问题啊，这就是我过去20多年的沉淀。而且就算我的气质穷酸了点，海关也不应该根据过往的经验误会我。所以我不光不改，我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海关对我这种气质的偏见。所以下次去新加坡我还背个背包，或者书包我都不背，我拎个麻袋就去。他们越查我，我越是要展示自己的风采啊！下次再拦我，我就说走吧，去你屋里坐会儿。OK， 讲到这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来，各位再次掌声送给小四爷，同时拿出手中的投票器，投票倒计时。来，再次掌声送给小四爷，谢谢。你当时被拦的时候，你真实的心路历程，你会很就是很懵，不知道为啥拦我呀？待了多长时间？1个多小时吧，感觉。当然也可能是度日如年哈，我也不知道。来，曲颖姐。我很喜欢小四爷。有一次我逛街，我的那个手机没电了，要找一个地方充电，在上海，正好上了一个4楼，就是你们的演出的地方。我看见你的照片了。哇，当时退出去了，哇。没有，我当时就要买票，但是呢，我说今天有这个小四爷吗？因为他好像是临时来实习的还是什么的他不知道他说我不确定。后来我有事儿，我就直接走了。要不然今天我是第2次在现场见你谢谢。下次来4小喜剧提前通知我免票啊。哎呦，小四爷大方这么多呀，这一年可以。因为我之前听你的过期食品，跟今天的比，我更喜欢之前的，是不是你们的一个战术啊？就是你看多会说话哇，好真诚的砍了一刀。不是因为比赛的时候，人家晴姐说的对，就是战略嘛先来强的，然后中间稍微的朴实一点点啊。你要把好的留在最后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这话让我很尴尬呀。这个跟鞭刑哪个更吓人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特别棒包括新人，我刚才有一些没有说到的，其实我特别关注，要不然我说我是脱口秀的粉丝呢。因为我也参加娱乐节目，也比过赛，我很不喜欢比赛，我觉得有时候会影响我的发挥。不过你不是因为比赛影响发挥吧？你是。于莹姐可以，莹姐这样，啥意思？我觉得说的特别好。不是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只是觉得你今天的没有之前的那么的让我喜欢。
小四爷，你以为过海关难是吧？这才是你的关要过的。不是，姐姐可以说真，就是说实话吧。我知道是实话，但是有时候也没必要非得说实话啊。这样，朋友们，我对两边说的话都理解。哎，瞿颖姐就是在正常的表达自己的判断，对。而小四爷就说：“你看我刚演完，你也没必要这么判断。”这么一个意思。因为我老看你们的节目，以小四爷的实力，绝对会是。干干干！干干干！我跟你说，瞿颖姐。最后的这个收尾非常棒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对。行，我宣布退赛哈，退赛。不用管，不用管，瞿颖姐你不用理他，不用管，不用管。明白明白，下次别让他来了哈。那瞿颖姐，录下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我下次也不会来，因为姐也不想太累着。哎呀，没有，不累，开玩笑，都是开玩笑，因为对。哎，朋友们，这样，这是第3轮的第1位演员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不是我们多希望我们笑笑团的每一位朋友都是直抒胸臆，真的掌声送给瞿颖姐。我喜欢小四爷，对，是的，所以才会提要求嘛。对，我喜欢你。对。谢谢，我加油，哎，其实以前出国的时候确实碰见过，你是那个说长相非法是吧？啊，我是名字重名过多。哦，你肯定会。你也被抓小黑屋了？我当时也是被逗留隔离了。他说当时有一个犯罪分子，对，也叫张伟，然后张伟当时就被隔离了嘛。后来我们同行有人叫李娜也挺多的，他就过去了。我说你不用隔离啊，他说我用 BB 霜啊。然后呢？什么？因为不用隔离，因为他用 BB 霜。瞿颖姐，你不要听他的，我又错了。哎，我这是怎么样？我每一届都说这些破笑话。您觉得我需要鞭刑吗？你看一下瞿颖姐的表情就行了。我早年间也被隔离过。哎，您啊，是因为上个世纪末，我们当时签的唱片公司就去，也是东南亚的国家，东南亚啊，去做活动。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签证的问题，把我们关在那个小黑屋里了。哎，我跟我当时的经纪人，哎，结果给我吓的，因为，只有几平米的这个房间里面，关了无数的人。后来我就摇着那个铁门说 ：“I'm star, I'm movie star。”那个工作人员以为我疯了，根本没理我。后来我们早上要吃饭，是专门有一个拿那个叶子包着那个咖喱饭的人。还要隔着那个栏杆给他送点吃的。第2天唱片公司的那个老板过来，都第2天了，1天没救你啊？1晚上。1晚上。对，哇，就是那个90年代末和现在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。也有同样的经历。是的啊，其实今天也可以给他关起来啊。贾四爷，你不要因为我说喜欢你，你就那个对。哦，原来你也是会生气了哈。我现在特别理解邵刚。来，鲁豫。我刚听完之后，我跟鸟鸟我们俩在底下小声耳语了一下。我觉得小四爷今天的段子跟他过往的风格有不太一样，因为他过往的段子基本上是一个细节，比如临期食品或者抽脂，从这个细节展现生活的窘迫。但今天是讲了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件的过程。对，我认为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演员，他可以驾驭很多的形式。我其实希望我这一灯顶2灯的，就是有一灯还是给广智的，就是刚才听广智讲到总编剧没活，说我太焦虑了，然后就忘记拍了，所以给广智补一下。我特别怕我没有给广智灯，广智要做校友团，所以这么焦虑，对不起，对，那个，我觉得小四爷这篇，今天选择讲故事呢，可能对于我也理解你，我们这个类型的演员可能呈现的手段并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尤其又在开场的位置，可能会比较难带起来。但我觉得梗还是有很多很好的梗的。谢谢，你最懂喜剧啊！哇，好记仇啊！小四爷老师啊，访谈时间结束。OK。
最后再跟瞿颖老师道歉 ，OK？ 没，开玩笑啊。没，你什么星座的小四爷？又聊啊！我不会给你攻击我的机会啊！我狮子啊！来，朋友们，这是第3轮的第1位演员。注意啊，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人多。就是直抒胸臆。来，包括现场每一位观众，大家投票器就是大家最直抒胸臆的机会。来看一下，在小四爷的表演结束之后，他得到的票数是。小四爷这肯定替不了。哇！各位注意，满票是205，188已经是非常高的票数了。再次掌声送给小四爷。谢谢。啊，那算还挺高的，对。因为四爷以前是找一个逻辑，然后不停的去掰扯。这次他就是纯讲了一个故事，不是四爷以往的风格。但我觉得对四爷来讲是一个好事儿。观众有一天如果熟悉了你的套路之后，你就失去新鲜感了。那你要做的就是尝试驾驭不同的风格，然后在面对不同的观众的时候见招拆招。其实好的喜剧它其实就跟好的电影或者好的音乐什么是一样的，它也可以有口水歌，也可以有经典不衰的，它可以有不同的类型。可能艺术或者文艺就是这样，总是伴随着掌声还有争吵。但是我觉得大浪淘沙，希望每个优秀的作品都不被埋没吧。瞿颖老师，他说跟今天比更喜欢之前的小四爷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还是希望像瞿颖老师这样的嘉宾能够多来，能常来，因为节目也需要他提供一些新的视角，无论是锐评也好，还是直抒胸臆，其实都是现在比较稀缺的东西。因为我们脱口秀演员经常吐槽这个吐槽那个，觉得自己要 real， 对吗？要说真话，但是脱口秀演员自己也要接受嘉宾说这样的真话，对吧？舞文弄墨派出来的第2位朋友，他想通过他的表演让大家了解一些他不为人知的那些面儿。掌声欢迎韩大狗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韩大狗。再次掌声送给韩大狗。我们来看一下票数。再次掌声送给大狗，请大狗回到自己的队伍。危险。下面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他一直说自己是一个不太会拒绝别人的人。掌声欢迎，加油，不要紧张。侯志远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好，我叫侯志远，谢谢。我这个人长得就是没有什么攻击性。所以走在路上，偶尔就会有陌生人来找我帮忙拍照，我都会拍得非常用心啊。我现在不用他们提需求啊，我自己就会竖着一张，横着一张，然后蹲下来竖着一张，横着一张，然后往后退2步，竖着一张，横着一张，我边拍边退，他就有点害怕了，跟我说够了，差不多得了啊，把手机还我吧。他找我帮忙还不信任我，气得我转头就跑，跑到马路对面，我说那个东方明珠也给你拍上了啊，逗他一下，我其实逗你们一下啊，我其实愿意帮陌生人的忙啊，但我很讨厌就是有人会利用这种善意来骗我。有一回我去火车站，就是还没进站，被2个年轻小伙给我拦下来了，说哥能帮个忙吗？我们是实习的大学生。我说没问题啊，你们是想跟火车站合影吗？还是？俩人都没理我，从包里掏出来了一个瓶装的清洁剂，上面有一个海绵刷头跟我说叫小白鞋神器。听完我就想走，因为我穿的是大黑鞋，但他俩非常敏捷啊，蹲下来就开始抱我大腿。我说怎么个事儿？吓得我往后退了1步，但在他们看来，我把脚伸出来了1只。
他俩顺势，一个人抱着我鞋，另一个人直接开刷。关键我穿的是那种透气网的运动鞋，给我袜子都刷透了，我感觉指甲都给我刷白了。那一刻，我非常希望我有灰指甲，这样我一个正好传染他们俩。我已经不想帮忙，我当时就想赶紧跑。我说你们赶紧起来，这周围都是人，你们跪着给我刷鞋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他俩单膝跪地，开始边刷鞋边求我，说买2瓶吧，哥，你帮帮忙吧，哥。这俩人给我求的眼前一黑呀，他俩都给我求婚了。我说你们整这出也没有用啊，最多买2瓶，就买过这一次啊，就买过这小白鞋神器，就买过这一次。还在其他人手里边买过一盒笔，买过洗衣液，买过面膜。后来想想，应该是被骗了。都说是大学生，都说在实习，实习哪有那么好找？哎，我就好奇，我说这帮骗子是怎么在人群中精准的把我给识别出来的？感觉在他们眼里我很有骗张力，在骗子眼里我应该是个大帅哥。你们看我有点土，骗子看我吴彦祖。而且帅哥是会老的，但是我老了，应该更吃香啊。啊，虽然被骗，但是我感觉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啊，所以可能也算是做善事。人经常做善事就会变得幸运，真的是这样。我现在无论什么时候去理发店，都能赶上他们活动最后一天。非常幸运，赶上过一次美发沙龙活动啊！进门就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高级理发总监来接待我，亲自给我洗头。哎，总监就是总监啊，他聊的天跟其他人都不一样，边洗边跟我说哥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。我能感受到他的热情。我说啊，那挺好。我说但你把水温调低一点啊，你那个耳根子有点给我烫软了。跟我说我一直喜欢外国文化，但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啊，一直没有办法送我出国学习。我说啊，那你现在找个机会出去学一下呗？他说没错，现在就有一个机会。我说这么巧吗？让我给赶上了。他说没错，我们店里正在评选优秀员工，前3名可以公费出国学习，让我帮忙答一个满意问卷。我说那肯定没问题啊，对吧？但是问卷拿过来，我看一眼就迷糊了。那是不是整体服务和其他理发师的区别，发型设计的独特之处，满满1页全是主观题。我答了20分钟，写完之后交给他，他说哥你翻过去后面还有一道题。我一看还有一个选择啊，您本次充值的金额是2000、4000还是8000？我不敢答啊，这题含金量太高了。我说怎么这么多钱？我说你公费出国让我供啊！他又开始劝我，说哥你就当做好事了啊，献出一份爱心，传递一份善意。我说我刚才大题可都做出来了，这2份我就不要。他看我不想充钱，马上换了一副嘴脸。结账的时候把店长给叫过来了，俩人轮流逼问我说你为啥不充钱？你难道没有梦想吗？我偏头一看，前台把门给关上。我说这啥意思啊？得不到就来硬抢是吧？这就是你想学的外国文化吗？我说我没钱送你出国啊，你要是真想好好学习，我可以送你一盒笔。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经不起这么消耗的。成年人的世界太坏了，我分辨不出来，就是其他陌生人说的到底是真的假的。我分辨不出来谁是实习的大学生，那个理发总监到底有没有梦想？我甚至分辨不出来，我校门口那个面容和善的阿姨，她卖的到底是鸭腿还是鹅腿？我决定以后不会再轻易相信陌生人了。直到今年过年啊，我去逛商场被一个小孩给我拦下来了，我看他也就10来岁啊，过来跟我说哥，你能给我买一份咖喱蛋包饭吗？我说哎，怎么个事儿？我见过跟我要饭的，但我没见过跟我点餐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什么意思？你这饭什么？他说就旁边这家店，
我刚才用我妈账号支付失败了，你帮我团个券，我晚上回去加微信就把钱还给你。孩子的眼神太难拒绝了，而且我分析了一下，这孩子应该不是骗子啊。首先他没给我刷鞋，不涉及到道德绑架什么的问题，而且吃咖喱蛋包饭应该也不是他的梦想。我就决定相信他一次。刚买完饭，他又说：“他说哥，我还想喝一杯奶茶。”我说：“哎，你这孩子，早知道你要这么多，我就给你买套餐了呀。”我加了那孩子微信，他的网名叫贪吃的猫。我给他发了团购券，他回来谢谢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我说：“这吃的啥呀？欺骗餐呐！”不是这样，我不相信是这样的。我猜他肯定是忘了，他肯定是吃完咖喱蛋包饭以后晕碳了。如果孩子都来骗我，我真的不敢相信任何陌生人了。6个月过去了，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，但是我也从来不敢主动给他发消息，因为我怕回过来的是一个红色感叹号。只要我不发出这个消息，他就没有骗我。他不是贪吃的猫，他是薛定谔的猫。我不敢发消息，也是怕好奇害死猫。而且薛定谔的盒子里关的也不只是这只猫，还有我喂给他的我最后那点真诚和善意。希望这只猫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，上一个好大学，找一个正经实习。你可千万别去卖小白鞋神器呀！讲到这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他这个挺好的，很好，干净清楚。侯志源的投票倒计时。再次掌声送给侯志源。首先我很好奇，就是经历过那么多骗术，你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去分别骗术了吗？遇到过的就那个什么了，就能那个分辨出来，然后就不帮了啊。就是因为他开头都说是能帮个忙嘛，帮个忙嘛，但其实对你帮就上当。因为我有这样一次经历，就是我在之前就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就在路边，然后就别人找我借手机，然后就借嘛，然后然后他就跑了，我还砸了呢，吓我一跳，让你打电话，然后我才意识到我被抢了，对，就那下手机被抢走了，然后在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啊，怎么会这么的去对不起我的那一份好意或者是我的善良。然后再到后面就第二次就变成我的手机全部都没有电了，然后身上就可能就只有几块钱，然后一些硬币，因为钱都在软件里嘛。然后后面就拿着那堆硬币就去求路人，就求求你给我打个电话吧。就那一刹那，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希望那个人借他的电话给我。所以我就觉得有那么多的骗术，可能就我们小侯他愿意去帮，是因为那样的一个代价也好，或者是那样的一个后果也好，你自己其实有衡量过。对，要是太贵了，我就一般就上不了当了。我只能上便宜一点的当。所以我觉得你是聪明的，所以那一刹那你就觉得那个后果是可以承担的，所以我愿意去选择那个善良。不过后面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，如果还有人在借我借手机，我会不会愿意去借？如果那个结果是我可以承担的，我还是愿意去选择那个善良。我觉得那是在保护我自己善良的一种方式。我觉得侯志源在舞台上，在我心目当中，他形象开始越来越清晰了。我老听说什么叫人段合一，就最好这个人他的形象和他段子是特别统一的。他刚刚去做到了人段合一，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很普通的一个好人，碰到很多很窘迫的事儿，你说我分辨不出来那一大段排比，那还挺戳人的，挺棒的。包括最后那个，我不敢发微信，我怕有那个红的感叹号，那我们都会有过那样的内心的时刻，我觉得。对。还类似的这种被骗的事儿，发现一堆啊，一挖一堆。别人是怎么说？别人就是说我老了肯定是会买保健品那种。侯志源这个段子就有点那种人段合一的感觉，而且他应该就是这种人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很有骗张力。因为我如果是被骗了，我会恨自己，我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蠢。他不会恨自己蠢，他只会觉得这就哎呀就这样，毛毛实实，大大咧咧的，就这么日子就这么过吧。对。不是观光的，是谁先研究明白这个，谁就掌握了所有人的咖啡命脉。试一试就有冰美式了。咱再把打奶泡这回也再冰飞。
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没学会。请其他选手可以暂时先回自己的房间等待。小猴可以先别刷碗了。啊！让你别再刷碗，别再刷，你被监控到啊！你能看到？他能看到。OK。我看侯志源搞笑，侯志源是个大窝囊废，我挺爱看他一举一动的，太搞笑了。掌声送给侯志源。来看一下，在侯志源的表演结束之后，他个人的分数以及舞文弄墨的总分。我觉得他真的，他从上一轮开始他就完成那个转折了。我觉得，各位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朋友，我相信一定是和小猴的表演高度共情了，所以189非常好的分数。而舞文弄墨现在的总分525票，再次掌声送给各位，加油！这支团队派出来的下一位演员，哇哦，很有想法。想要创造自己的独特的文化现象，掌声欢迎张俊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俊，你们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装了哦。我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啊，就是。但我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自己，所以我花了很多冤枉钱。我攒了很多年的钱去留学，交了学费，但留学的含金量在下降。你从这个称呼就能听出来，以前是留学生，现在是留子，好难听啊，听着像是体检报告结果。我还是喜欢一些最复古的叫法，洋务派。去年说想出去是因为想出去看一看，有机会有能力还是要出去看一下。你不出去看一下，你不知道外面全是想出去看一下的中国人。我一走进教室，你也出来看看啊？哦，你也是，我也是，对吧？咱们不是在国内可以见到吗？就班上连老师都是亚裔，班上唯一见世面的是个美国人。你们出来看我呀？他坐在教室里看了一圈啊。就他没出国，但他留学了。纽约经常暴风雪，老师每一次就因为下雪把课改成网课，我都很心疼我交的学费。我说凭什么呀？啊，你这一点苦都吃不了吗？你是给你上课还是给我上课啊？我大老远跑来，我就是来追线下的。相当于你买了演唱会门票，因为天气原因没有取消，改在腾讯会议里唱。这你受得了吗？这学费我是一定要上回来的。那天下雪，我自己去教室坐着上网课。老师说下课，我在屏幕前面喊 encore encore encore。我发现你只要想变好，你就会花很多钱。我有一个感觉是，一个上进的人，他的钱特别好挣。因为消费主义，它会直接以上坡的形式出现。我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脑子里都会有个声音在骂我：“哎呀，就你优秀，就你上进，张俊死不死啊你啊？显摆啥呢你？”我一睁眼发现是小齐在说话呢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我说我脑子里声音怎么会是东北口音？很多人成年之后，他工作了，他挣了钱，他就是会给自己报课。就是成年人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的理念，竟然和老一辈一样。就是再穷不能穷教育。我现在是我自己最严厉的父亲。我每次给自己交学费的时候，我都说的话跟我爸都一样。你可要好好学啊！这些钱都是我在外边辛辛苦苦卖笑来的。当然，我就是吓唬一下我自己，我也不会真的对我自己怎么样，毕竟自己骨肉。我买过很多没有用的课，我甚至找过教练教我打王者荣耀。对，你都不知道我是上进还是堕落。但我只上了2节课，我就没有上了，因为打王者它竟然也是网课。
报了很多课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，所以我经常被洗脑。我现在有一个感觉是，那个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人，他其实是个卖课的。就是你本来只是想买一条5块钱的鱼，他非要跟你说，你买一条鱼不如直接学会钓鱼。10节钓鱼课5000。可是我又不是要天天吃鱼，哎，5块钱那是鱼的价格，5000块钱那是未来更好的自己的价格。哎呦，你可能听出来，这里面只有一条鱼上钩了。那一声哎呦，就是嘴巴被勾到的声音。就是你没有办法，你不要跟我说叫不醒我的，你说哎这是消费主义陷阱，哎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。我没有，我现在属于是那种你往下掉的陷阱我可以躲，往下掉的陷阱我轻轻跳一下就被往上掉的陷阱给勾住了。现在消费变成了那种就是德智体美，哎呦。变了，大家都想变好，大家要买课、买装备，甚至要买一个变好的机会。我最近才知道，你跑马拉松啊，你需要交钱才能跑那42公里。为啥？那我为啥还要跑这42公里？地球上哪里没有42公里？为什么一个消费行为它又出钱又出力？就是你买奢侈品，你也不会自己缝一个包吧？但我能理解，因为用消费证明自己变好是最简单的方式。我有一次爬山，爬到山顶，有一家户外用品专卖店，这家店我是一定要进去看一下的，因为这地方是我辛辛苦苦爬上来的。如果他在山脚，那是要骗我；但他在山顶，他在等我，他在等我。我很确定这里面的冲锋衣他是自己冲上来的，我不让他自己下去了。我需要山顶的这件衣服。因为他会给我一个故事，我需要这个故事。我那天下山的时候，身上穿了6个故事。确实，我需要这个故事。我期待别人问我：“哎，你这个衣服啊，我山顶买的；你这个鞋子啊，我山顶买的；你这个股票。”那是另一个故事。为什么你总是和你的股票顶峰相遇？因为你上进。那还能因为你贪婪吗？别人恐惧你上进。我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自己，所以消费主义它会跳出来说：“你别管，你把钱给我，我去跟别人说你已经是更好的自己了。”我说你要怎么说？你别管。然后我就去把学费一交，他给了我一套印着学校 logo 的文化衫。我说干嘛？他说你穿出去，别人就知道了。啊，文化衫解决了一个文凭不能穿身上的问题。这怎么办？我有的时候感觉消费主义它好像就是在以某种形式卖文化衫，他就告诉别人你是谁。所以有些潮男他拍照永远是指自己衣服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你知道吧？你是谁？我是李宁。我其实知道这个陷阱大概是怎么回事，但只要我想变好，我就会反复跳进去。我最后给你们一个例子，我第一次去学校买水，我看到一个水，它叫 Smart Water，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Smart 是品牌名，我说哎，聪明水，我想变好，买了喝了，就是普通矿泉水，哦。原来世界上没有聪明水，哎，但我的认知怎么提高了？有没有可能我的认知提高是因为我刚刚喝了这瓶水，所以它还是聪明水？哎，我又变聪明了，我现在比聪明还聪明，我现在是个大聪明。我很确定我现在变聪明是因为我脑子进水了。但我感觉很多产品就是这样，我去的那个学校它其实也是一款聪明水，我不去我不知道它没有用。去了以后发现它没有用，所以它还是有用。哎呦，张军，你是不是又上钩了？
子非鱼，安自娱自乐吧。谢谢大家，我张俊。投票倒计时。哎，小齐，刚才他突然 Q 到了你，是你听到他这么上进的这个段子，您的感受是？因为最近跟俊哥聊的比较多嘛，那几句话是我真心说出来的。因为我发现对他越了解，我发现张俊的反义词是小齐。我们属于人群中的两个极端，但是这个节目非常包容，它可以把所有人都囊括进来。对，我发现我恰好跟他相反，他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自己，但他一直在做成更好的自己。我知道什么是更好的自己，但我只能做到一个一般的自己。所以我就挺嫉妒他的啊，很好很好。这段子说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好了，知道了。我觉得不太理解，但尊重。张俊在演的时候，我在跟群英姐说，我说真的，张俊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他一直就不是那种，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特别炸的那种。从你第一次参赛，你不都是一轮游吗？对吧？都是一轮游吗？对吧？我懂你现在，我现在懂你了，上来就捅啊！哎呦！但是我就非常鸣不平，我说你这么好，为什么前2次都是好像就一轮就下去了，是吗？还铁，很快就下去。所以这次你来，我觉得就是你还能来。你看看，我不是说这句，你还来呀？还敢来？不，这是一句鼓励的话。不是，我说。你不是去哥大了吗？怎么会有时间还过来？我放暑假了，放暑假了，对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来，因为我相信喜欢你的人很多。虽然我也是中专学历，小齐。我知道。对，我也是中专。娱乐圈这些中专，我每个都查了。我刚才拍灯的时候是你说你把6个故事都穿在身上那个，我觉得特别逗。对，那块特别酷说的啊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拍在最后，我觉得最后那一句就含糊不清的，已经上钩了，还在那儿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太这个事儿就是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是你不要做给别人看，你愿意上这个当吃这个亏，只要你高兴就行。我觉得就是很不一样，就是要品一下，你才知道它的这个好在哪里。是的，对，好的，谢谢。听完之后就我被点醒了。哪里？就是发现我买的那些声乐课，就网上那些声乐课啊。你还上声乐课？对，我就是研究各种，就是他们唱法的发声科学，怎么样科学发声啊，或者是国外的唱法呀，或者唱中文歌你要怎么唱，民族歌怎么唱。我原来是被他们下套了。你只是想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已。子非鱼，先是死于自乐。我彻底被点醒了。我也要继续做更好的自己，谢谢。刚才张俊说了2句话，我觉得我还记下来了，我觉得特别帅。他说自个儿变成了自个儿最严厉的父亲，是不是？然后我现在是那一瞬间，我觉得太对了。就是上回我还看了一漫画，就是说以前咱们感觉老打败好多的缺点，就那个咱们打地鼠嘛，不是一堆人打地鼠，然后时候长了你发现，其实你就是那个地鼠，你自个儿拿着锤子在一直打自己。哎呦，还有一个我觉得也特别棒，他说花钱要买的就是这个我是李宁，就是我是谁？对，其实花钱买的感觉就不是那个东西，是你得不到的爱与关注，因为我希望别人关注我。大家比如说你买辆特别好的车，你是希望别人你买那辆车更喜欢你，而不是说别人喜欢你那辆车。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怎么让别人喜欢你自己，所以他们买这辆车证明你能不能通过这辆车喜欢我，把故事穿身上。对，然后所以当时那个点我一下就能感觉到这个就特别酷，因为张俊每回都有一些很神奇又很深邃的一些深入浅出的东西，让你听完之后觉得嘿是这样哈，又琢磨，这点真不错。张俊，我希望一直加油，棒棒的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我觉得张俊的段子里共鸣很多了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我也有一些强迫性上进的时刻，就是我不知道我不上课还能做什么，拥有平静的幸福吗？这还不够吗？就是现在你想拥有平静的幸福，也有很多人在开课。张俊，下次爬到山顶买冲锋衣，别忘了用大众点评打卡记录更好的自己，随时随地打卡分享你的精彩故事。是的，没错。
而且呢，如果别人问你衣服哪儿买的，你就不要说话，你就 OK， 你就拿出手机给他们看你在山顶打的卡。现在拿手机上大众点评搜索山顶，一起赢限定周边，并且可以有机会抽取来现场观赛的门票，一起去打卡吧。看一下张俊的个人票数，以及4位表演之后舞文弄墨的总票数。舞文弄墨现在总票数711，张俊回到自己的队伍。我从小就有这种情绪啊，因为小的时候我是练游泳，你只能比昨天快，你一定要比去年快。如果你没有比之前更快的话，那就结束了。从小到大的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我始终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以至于我像是一个脑袋前面有胡萝卜的驴，然后一直在跑。之前说的文化现象，你觉得现在创造了？正在吧？我要创造我的没文化现象。你头都比他大这么多。我坐前面，我肩还比他窄呢，主要是我坐前面，没有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你到这，这不一样吗？我感觉你离我很近，刚刚。别说啊，你要创造文化现象这个事儿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。我懂那个墨菲定律，你想要什么，什么就会来到。应该是你害怕什么，它就会发生吗？这不是一个事儿吗？我是菲墨定律，我是墨菲定律的反过来，我非墨菲定律。可能是那种，在他的那个天鹅就是什么白色的，然后特别那个高端的床品上，然后一睁眼，然后自动窗帘啪过来，然后一道阳光，然后他一掀被子打在他的腹肌上，然后一睁眼，行，我都想不出来，是吧？我感觉他起床应该会找手机，然后点外卖，然后吃早饭，对吗？哦，对，好准啊！是，因为我也是这样啊，你也是这样，正常人不都这样吗？谁天鹅绒，谁弄窗帘，谁哎。我最近是可爱跟张俊聊天，就是每次都有那种新的说是这样吗？是这么想吗？啊，就是因为碰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人，所以会撞见自己。我觉得人就是一直想要变好，然后他说啊，真的会有人这么想吗？而且我俩都会聊学历焦虑，啊，然后我俩学历焦虑的解题方法是2种不同的方法。我是把卷子撕了，这是我多做2套，你把撕了我又拼回来，哎，这不要我做了啊。他缓解的焦虑是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我缓解焦虑的方式是不断说很差的自己你很好，就是不断接纳差的自己。哦，原来可以接纳差的自己啊，因为这是个选项吗？这是选项。对，我俩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从根儿上就不一样，但我们尊重对方的观点，然后我们就是从对方吸取啊，你这么看，哎，也很好，还挺少见的。互联网上就是打架。对，因为脱口秀把我们拉平了，我很感谢脱口秀，我能交到这样的朋友。牵个手吧。哎呦，俊，这个啥？下面要上场的这位朋友非常的有特点，他的段子兼顾文本和动作，掌声欢迎王大刀。我的母亲。来了，你们爱过吗？大二那年，我爱上了一双价值799元的金属液态银色的贝壳头鞋。那双鞋踢到墙角，就算强裂了，也根本不痛。怎么说呢？强烈推荐。我需要赚钱。所以我在我的老家四川简阳做一名服装导购，好几天了都没什么成交。这天店里居然来了一个老外，行事傲慢的销冠们此时都面露难色。我赶紧走上前 ，Welcome， 我要夸他好帅 ，You are， 夸不出口，但 You are 已经出来了 ，You are welcome。
How about this one? How about this two? How about 店里的一切 and my English and you？ 他试穿之后马上就买单了，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。在简阳，能有几个人把东西卖给老外？王大刀，厉害！很快大三，我凭借优秀的表现获得了去深圳实习的机会。妈妈的发小华阿姨在深圳和法国老公创办了自己的公司，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。我听完就决定，我要穿着我这双金属液态银丝的贝壳头鞋去。这双鞋拿得出脚。落地深圳之后，我要坐地铁，人太多了，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刻挤上去，我的脚被地铁门给夹住了。门马上打开了，原来是声控的。大家都看着我，我得说点什么。根本不痛。几经辗转，终于到了华姨的住所南山别墅。迎接我的是他的混血儿子，他见到我，跟他爸转头就说了一句法语，跟他妈说：“妈妈 she's here。”跟我说：“欢迎欢迎，我叫 Steven， 请换拖鞋吧。”一见到我就立马展示3种语言。Steven， 他以为只有他有英文名吗？华姨要准备晚餐，让 Steven 带我到处逛逛。他说：“你有什么想看的书吗？我们可以去阅读室。”阅读室有必要吗？我们家阅读一般在厕所。终于吃饭了，他问我：“你喝红酒吗？”哼，我不会，但我还是喝了，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连酒都不会喝。我喝了好大一口，一滴都咽不下去，去厕所全部吐出来了。可那红酒真的好，在马桶都挂杯。那马桶也很好，我都找不到冲水键。抬头的时候，我看向窗外，月光照在泳池的水面上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我看到了真正的液态银。回到酒店后，我很难过，因为我觉得我努力一辈子，也永远无法超越现在的 Steven。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：楚雨荨怎么会爱上慕容云海？但我更想努力了。我不想留给他们最后的印象是一个从老家来的穿着贝壳头的女孩。很快大4，我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4大审计事务所的 offer。因为工作，我要去深圳出差，我特意告诉了华阿姨，她要再次请我吃饭。会吃高级法餐吗？我可不会餐桌礼仪。我唯一遵循的礼仪就是，如果别人晚上请你吃饭，中午我就不吃了。最后我们径直走进了核桃里音乐餐吧，一个我自己也常来的地方。这里烧烤美味，我的心情沉醉，气氛到位就喝可口可乐。你植入了，哇塞！老板，来2瓶可口可乐，给 Steven 的那瓶摇10分钟后再上。我想今晚谈论的重点应该是我了吧，但是一直在聊 Steven， 说他最近参加了国际青年帆船比赛，赢得了冠军。帆船冠军，这好找工作吗？冠军，我在简阳认识几个渔夫，而且这有什么好厉害的？真正会划船的不可能会帆船呀。他们又开始聊起在美国旅游留学的见闻，我都还没有出过国，好像每个人都想聊一个更远的地方，显得自己厉害。简阳人聊深圳，深圳人聊美国，美国
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去研究火星了。饭吃到一半，有人问大刀现在在哪里工作？我沉默了太久，我终于可以说话了。我想高声呐喊，可太迫不及待了。可我又不能太小声，因为这是一家音乐餐吧。我死死盯着 Steven 的眼睛说：“普华永道。”Steven 说：“哇哦 ，PWC 妈妈是你给他介绍的吗？”哦，我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因为我说的话全是脏话。我当即就决定打一通电话：“喂，马斯克，立刻把 Steven 发射到黑洞。”几年后，我离开了事务所，工作也有在取得不错成绩的时候。我也去过深圳，但我再也没想过要告诉华阿姨了，因为我拥有了真正的自信，更因为华阿姨现在已经定居法国，我弄不到申根签。回想那晚在深圳的一切 ，Steven 并没有瞧不起我，那只是他的生活。他那句“是你介绍的吗？”只说明我当时确实去了一个不错的地方。喂，马斯克，可以把 Steven 送回地球了。找不到了，让他自己划船回来吧，毕竟他是冠军。喂，哪位？回地球了？哦，是我介绍你回来的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这个尾巴，反正我好解气。挺好，挺好。来，各位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，投票倒计时。再次掌声送给大刀。婷婷姐特别盼着看大刀的演出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这是现场第一次看。我从第一季的这个就是10年前的那个脱友看，没有这种10年前没有，那个时候形式都比较单一的，但是也有很多精彩的，我很喜欢的。本身这个脱口秀的女演员就比较少，是而且能这么有特点的，也是你是好像从去年开始的是吧？对的。对，去年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，但是今年是更好笑，去年就是很有特点，很有自己的风格，懂你意思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真的，我特别喜欢。哦，谢谢，我也很喜欢你。我一直很喜欢大刀，特别是上次做完节目之后，我跟大刀一起做了个后采，就大刀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个女孩。她刚刚那一段，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。他特别直面我们作为观众的感受，因为你刚才讲到，就是那个华阿姨的儿子 Steven 说：“哎，是我妈介绍的吗？”我当时跟周深我们俩表示了很强的愤怒，过分。对，然后我在拍灯时候，我以为那个就是结尾，但你转了一圈，还有一句话就是哦，是我介绍你回来的。那个其实就是直接面对了我们作为观众的很强烈的情绪，有一个释放的一个口，我觉得那是特别好的一种状态。替我解了口气。对。今天我是第3次面对面看，我其实会担心这样的表演风格会不会看腻。但并没有，他完全把我心中的这个担心去瓦解掉，我还是很投入，而且大刀他在不停的去把自己去很自然的融入到这个状态。我很喜欢中间这个就谁还不会说3个语言，就突然就出现了四川口音，就这些东西我就很喜欢，就他不停的在自我的升级，然后自我的融洽了，把自己跟那个角色感全部融在一起，我很喜欢。就到后面，其实我那一刹那就最后那个尾巴收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有点放空了，我觉得。就那个真的很过分，就我跟鲁豫老师同时感受到那个情绪，然后到后面我就想到了大刀他在第1期后面的后采，他就说他希望可以写出一段就是干的段子，我就非常非常期待你在大王洞发生的故事啊，或者是遇到那么朋友之后，我也非常期待那份干的稿子，谢谢。哎，那个大刀，你们这组相处的怎么样？其实还挺好的，就是互相骂，互相骂。就是互相帮助，也互相辱骂。说你们5个人在网吧里包夜。侯志远说。因为配置高，写出来的梗可能也会相应的好一些。是
设备党啊？对，那个网吧的屏幕也大，然后大家一起看一个屏幕，看着也会很舒服啊。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游戏爱好者，就是可以玩。对，就是你们5个人是大家一块儿看每个人的。对，有一个大屏幕上投出来，大家一起看。所以我们本期的这个节目，确实当大家在组队的时候，和以前单打独斗，每个人的感受都会不一样，因为有彼此的助力和彼此的帮扶。来，再次把掌声送给刚才的已经表演完的5位，也请4位上台，因为现在马上要出你们整个这一个小队的总分数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大刀个人的分数，随后舞文弄墨的总分也会出炉，请看。哇，他今年这几个人都很好。王大刀只要有189，他们就上900。那也很不错了。184，所以舞文弄墨目前得到的票数是895票，因为你们是第一个完成比赛的小队。所以你们现在可以进入到完成的区域，暂时坐在1号位置。来，再次掌声送给舞文弄墨的5位。我都上面了。好过吗？你上去啊？还是我们都一样？随便，哎，都一样。他说1号哎，那我们。咱们做3个吧，咱们。好，我们来一个5人大合影啊！今天我们5个人之所以欢聚在这里，并非为了庆祝，而是为了昭告这个团的诞生。团姐，团姐，哎呀，不让刀出现。今年的盛夏，我们在网吧里相遇相知，相惜相守。现在我们在张军的教唆下，集体去网吧了。5份稿子都是在这个高端的地方熬到天亮写出来的。那不是网吧，那是我们用通宵的灵感搭建起来的乌托邦。打瓦。那些凌晨4点的天空，戒断起来比任何一场失恋都更痛。非常话说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团内女神王大刀，将近1.8米的身高，足以把我们4个男孩护在身后。离我们猴哥远点儿。我们队里有这个战斗位，就。我们还盛大而隆重地为最好的韩大狗加冕。大刀是发起人，小四爷把这个火护一下，也是他亲手为韩大狗戴上了生日的王冠。我只是敏感。我猜他的生日愿望是小四爷拿到大王。亚当，哎，你好肉麻呀！都说我们，说你自己。啊，我还得说吗？那我就致敬一下吧。以前我不怕淘汰，但现在我希望在这群人的陪伴下继续走下去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愿意听你烂梗的人，他会穿越汹涌的人潮走向你，赖上你，你要等。哎，我们队名是什么来着？我们队名是舞文弄墨。高寒，你说去过很多很远的地方，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儿吗？有多远？全国都跑了遍，只为找到晒足阳光的番茄。哦，你说的是茄黄。番茄是个宝，茄黄错不了。每桶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，汤底浓郁，酸甜鲜美。这扑面而来的鲜味儿，不愧是走遍全国探索到的阳光好番茄啊！一口尝遍番茄美味，怎么不像一种炫耀呢？番茄是个宝，茄黄错不了。马上要上场的是第2支小队，这支小队的名字叫竹林五贤。来，5位进入到备赛区。我们5个人都是文化人，都是积极分子。我想了，古代有个叫竹林七贤嘛，我们叫竹林五贤。咱都是干文化的知识分子，你选择了抄袭嘛？刀总，没戏。他们其实每个人的文学造诣都很深，
冯子豪是当时那个 QQ 空间很打动我，也是从小喜欢写点东西。8、9岁的时候办了一个报纸，写过童话什么的。然后这位他还有新书发布会，就是自己出版了一本书，花了多少钱？4万。你怎么想的，哥哥？4万就能？当初你说话，你怎么说话？这是人家的梦想，你问人家怎么想的？我爸花钱买来之后是拿一个车运过来的，因为太多了，全放在我的家里了，卖不出去。我们家收。我是编辑，办杂志，写那个什么悬疑小说，然后抽象小说，歌词儿什么的。歌词也有，我看过他那个诗，就像那个许嵩的那种文化的那种感觉。我已经准备好为你谱曲了。走。街道拥抱黄昏，飞鸟拥抱星辰。到我了。认识字了。岛主是属于是著作等身，代表作《帅破苍穹》，出版文字超过300万字，网文鼻祖，而且他是海南作家协会的会员。我是我们大学文学社的社长，而且我曾经给萌芽投过稿，作文比赛。他是我们文学社的社长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弄了一个文学社。哇塞，你家房子就是为了这个建的？对，就为了这一刻。哇塞，文学社。竹林五贤第一次合体，希望可以带领他们给文坛一点震撼。你就发现我们组的每个人对文学都非常有研究。我最喜欢的是风筝，风筝讲的是什么？忘记了。老夫子、父与子、阿衰。我是高中的时候只能听得懂语文了，只能听得懂。对，不原谅也没关系。文学的社长竟然要推一本功能书，那你来当。你是社长，我是社长。你什么义气？你坐这。你什么义气？你坐。中国的文坛还有这么几位有实力的后辈，文坛有望。功成名就不是目的，快乐才是意义。5位当中，首先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4个字来形容吧，能文能武。掌声欢迎！来自山东的翟晓明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下午好，我是翟晓明，大家下午好。再次掌声送给翟晓明。我们也看一下晓明的票数情况。好，145，145。好，晓明回到自己的队伍。竹林五贤派出来的第2位朋友。很有趣 ，sorry， 没事。今天他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曲折的经历，让我们欢迎废品之子 TZ。OK，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！简单自我介绍，我家里是收废品的嘛。然后过年回去的时候，我爸非要开他那个3轮车回来接我，说实话我有点抗拒。结果被我爸看出来，他说没事，一会儿你在3轮车上，你稍微把身子趴低一点，别让别人看到你就行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反而特别愧疚。那天回忆路上，我在后边，我故意鼓足勇气把身子挺得特别直，被交警看到罚200。但我现在好起来了啊，我现在赚钱了。我这个去年3月份我就赚了一笔钱，一天赚了3万块。出了一个车祸。对，那天是一个下雨天啊，确实视线不是很好。我骑着我那个电动车，那个司机他直接闯红灯撞我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老远我就已经注意到他那辆车了，但因为这是红灯，我以为他会停下来，结果没停下来，一直开到这儿，我当场就反应过来了，这就是来撞我的。我后边真的去问他，我说你怎么开的车呀？红灯你还往前开？就他说那个话，我现在都没懂是什么意思。他说我按导航开的。真的挺严重，我后面去交警队看录像，直接给我撞飞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都不敢相信我在半空中完成了什么？我在半空中完成了掉头。我本来朝南开，撞完头朝北了。我这2天想一下，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人死的时候呢，你头要朝着家乡的方向。然后我就失去意识了嘛。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伤的不是特别严重，然后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。
我希望他能多赔我点钱。然后那司机就过来了，他说：“那个你也没什么事吧？要不要给你扶到那个马路边上？”我一下就反应过来，我说：“动不了了啊。”他说：“哦，动不了了。那要不要给你那个家里人打个电话呀？”我说：“记不得了。”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反应太快了，我差点就让他知道我脑子是好的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不敢往下问了，因为他感觉问到哪就不好，对吧？然后他就去路边开始打电话，我就一个人躺在马路中间，特别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那个车撞完我，他就挡在那个路中间，然后后边好多司机就说：“你这怎么挡的？你赶紧挪走呀！”司机直接就把车挪走了。还有个好心人过来给我电动车给我挪走了，现场被清理得非常干净啊，就剩我一个人在那躺着，就有好几个路过司机，他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都说你找死啊你这是。我当时一下就反应过来，我说怪不得电视上那些人他被撞之后他就一直在那大喊大叫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当时也特别想喊，但是我放不开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文本型演员。其实一直躺在那儿，也不知道该干啥，我就不知道开始走马灯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把自己从小到大的事都想了一遍。就我想到，就我小时候成绩也还行吧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结果刚毕业学历就贬值了，好不容易在合肥买套房，就刚买完房，房子跌了几十万。就你要问我当时躺在那里，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、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？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我想玩手机。就手机被撞飞了。就没有一个人拿来给我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后在路上看到有人被车撞，我第一时间塞个手机给他，这就是他最需要的东西。我被撞过，我知道的。而且没有手机呢，导致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场合。就我以前还真的老在小某书上刷到那种帖子，说被车撞了之后该怎么办。那个帖子我当时就收藏了。我怎么能想到我关键时刻我连手机都没有？所以我只能一直在那硬躺。这么回去之后，我把人家帖子又翻出来，人家特别专业，说被车撞了之后呢，千万不要一直在那躺着。其实当时真正我躺下去的一个信念，就是我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车撞了我？对，因为撞我车的这个型号，它能决定我阶级快到什么程度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就看了一眼。说实话，我认识车的型号真的不多，但是他那辆车我一眼就认出来，那是一款非常经典的特惠车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心情，反正我看到那个车标，我当场就站起来了。就还好，那个交警过来的非常快，交警就过来就问我说：“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撞坏了？”我其实当时包里还带电脑，我说我包里还带电脑。那个交警就说：“哦，是什么电脑？”但这句话在我听来的意思就是你想要什么电脑？我说我不知道，好像是苹果的。然后那个交警非要让我掏出来检查一下。我硬着头皮把电脑掏了出来，然后那交警看了一眼说：“你还挺会联想的。”然后那天有一个情况出乎我意外，就那天那个电脑它就不坏，你知道吗？就它质量太好了。早知道我那天出门会被车撞，我直接带台坏电脑出门了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家坏电脑特别多，我家收废品的。但是我不可能让它不坏，我一直在疯狂的检查它。最后终于给我找到破绽了，我就打开那个电脑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看这个电脑 ，C 盘怎么红了呢？这个挺严重的吧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就来说是好，你撞一下 C 盘，我撞红了。是不是出血了呀？你。”这后边就进入一个非常漫长的理赔的过程。我本来真的以为就每个人被撞了之后赔的钱都是差不多的，结果完全不是。就是被撞了之后赔的最大的那一笔钱叫做误工费，就是你被撞期间不能上班期间的工资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被撞完就躺床躺3个月，最后就赔我有1万多块钱。你们不要算我工资啊。就是还好是有工作，你要是没有工作，你只能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，1天106。说实话，我当时被撞完，我都想去考研了，我就不服气啊！我心想，你等着，你等我考上985，拿到大厂 offer， 你等我月薪几十 K， 你到时候你再来撞我。上次是我没准备好，下次我一定要让你撞到最好的我。
我现在想想我都愧疚，我以前还闯红灯是吧？那我有什么资格不遵守交通规则？我现在过马路我都是匍匐前进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智能驾驶。我猜测等到以后再发展下去，我一上街，然后那个车载激光雷达一扫描，发现我公司机直接就撞我了。到时候你问人家怎么开的，他说我按导航开的。谢谢大伙 TZ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来，倒计时开始。再次掌声送给 TZ。被撞之后对你影响大吗？其实挺大的。当时撞的实际情况是什么？就是左脚就是三角韧带损伤，然后右脚是半月板2度损伤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腓肩肌什么撕裂什么的。咦，哇塞！所以您现在可能以后当不了运动员了。就是他真的遭遇了一个挺严重的一个车祸，然后在这个车祸之后，通过他当时的所有的感受，包括躺在地上的感受，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脱口秀来和大家分享。我刚才他说那句话，我又听哭了啊！他说等我变成最好的自己，你再撞我。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。我是在那个是不是流血了呢拍的呢 ？C 盘撞出血了。对对对，你能把这个自己的这些所有的心理活动写出来，然后又是这么惨的事儿，就让我觉得又心酸又心疼你，我又想笑。好复杂，感觉到魅力了啊！就是你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，就是你没有想着怎么去讹他。就是这个故事让我听得又心酸又心疼，然后还挺励志的那种。谢谢老师，特别的真的谢谢，百感交集，真的谢谢老师。是。你是最心疼我的人，我发现。真的是，你中间说的时候我都受不了了。他们听说完只会出梗。没事。但是我觉得 TZ 这回演的又回来了，因为第一次演的我觉得超级的好，然后非常之喜欢。但是这一次，我觉得不管说你现在觉得好像前边的气氛或者后来气氛怎么样，你本身自个儿的这个稿，还有你自个儿演的是非常硬的这个作品。谢谢老师。对，就是 TZ 的故事每次都是非常的真实，而且他又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情，以及告诉很多一些或猜不到的或想不到的感受。而且更加哎呦的一件事，听说前几天你又出车祸了啊？什么？对我那次不是我一个人撞的，是我跟李梦洁一块撞的。哇塞！这是李梦洁老师第一次被撞。对，他感受可能比我还深，就是我气死了他。我俩被撞了之后，我第一反应就知道我俩没死。我觉得我很庆幸啊，然后呢，你还有反应，当然是没死。对，第一反应我知道被撞了，然后我发现我俩还能说话，证明没啥事儿。然后呢，但是我是脑袋被撞了，然后我很晕啊。撞你们的车是什么车？我们的司机睡着了啊，追尾了一个半挂。懂了啊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快速的就找了120来了之后，因为我是撞到头很晕，然后他把我抬上那个担架让我坐着，然后我俩准备要去医院。TZ 他没啥事儿，他一直在旁边说一些非常奇怪的话。他问那个救护车，他说：“你们是不是经常在这条路上接单啊？”我说你别说这个了，这个听起来很不吉利。然后他说：“哦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第3轮就要讲车祸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快别说了。”然后呢，我们就要去医院。然后那个可能我情况比较着急吧，人那个开的稍微比较快一点。他说：“你怎么开那么快呀？”我想我都快死了，太有意思了。他说：“你别怕，我有经验。”然后我俩就去医院，然后他撞了腿，就是那个伤的腿又撞了一下。你又撞了那条腿？但是这次撞轻多了，就对，还好，还好。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去理赔，因为我们第2天就上开放麦了。不是，突然变成了一段敬业的经历啊。OK， 那你下回小心一点啊。我想说，节目播出以后 ，TZ 是我身边的朋友跟我提到的最多的脱口秀演员之一。
就是他那个拉普查尔德那个梗特别的深入人心。这段我觉得他的文本很好，因为他通篇讲的其实是一个穷的、一个窘迫的一个故事，然后写的很多小人物的心理，其实都是一些没发生的事儿，都是在脑子里面发生的事儿，所以描述的很有趣。我倒没有觉得它很沉重，因为他在举重若轻，所以把我内心的可能会有的一些伤痛或者负担都给消解掉了。是的，我觉得很好。哎，好奇节目播出完之后 ，TZ 身边的反馈是怎么样？对，而且爸爸妈妈都看了哈。对，身边的朋友们啊，怎么样的？你们家族啊什么的？家族。对，就是我确实在网上收到一些很好的评价，就有点受宠若惊嘛。有人说我是，他说是脱口秀马克吐温。哇塞！哎，他们那个喜剧奖最高的不就马克吐温奖吗？你要去领了哇！有2个人都这么评价的，对，有2个人，还有人说是脱口秀莫泊桑啊，还有人说是脱口秀贾冰。这个比较对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突然现实主义了起来啊！来，袅袅。我是很喜欢 TZ 每一轮的稿子的，就我觉得你从题材和你的出梗方式上都很有风格，包括你的表演，就是你的表演外在气质看起来很委屈，但你其实稿子里有非常犀利的内涵。我觉得就包括这一轮也是，其实在探讨为什么有时候人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也还是只能暗下决心提升自己。就是我觉得这一轮也很棒，但并不是每一次演出都能获得最佳的效果，但我仍然觉得你很棒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TZ 真的讲的这个故事很少有人能讲，因为这个经历太奇怪了。是。然后像鲁豫刚才说的，脑子里面其实都是想象，但是能描述的如此之活灵活现。再次掌声送给 TZ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看一下。TZ 在表演结束之后，他获得的分数以及竹林五贤的总分。哇！177，竹林五贤322票。来 ，TZ 回到自己的团队。今天当然段子是段子，玩笑是玩笑，我们出行还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。如果说啊，万一就当我乌鸦嘴，就是万一真的出现了什么特殊情况，咱们一定要注意啊。首先第一点就是安全撤离，防止2次车祸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全方位拍照，还有就是严禁当场私了。对，还有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没事儿，我不用去医院。我当时撞完我也以为自己没事儿。我当时去医院，我就笑呵呵，我说你给我擦点碘酒就得了。结果医生给我拍完那个 X 光片才告诉我这右膝盖里边是半月板损伤了啥的，就挺严重的。我被撞了，我有经验，大家一定要听我的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对，然后也要提升自己，一定要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不然到时候被撞了你赔的都少。还是好好学习吧，说孩子就，哎呀，我好好学习啊，好好学习。这不错，打个卡。今天的妆真出片啊！这是要打什么卡呀？我感觉你们打卡很照片。好想发疯啊！等等，我再打个卡。上大众点评打卡，随时留下生活足迹。竹林五贤要派出来的第3位是一位年轻人，但是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老经历。掌声有请林琛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林琛，大家好。我是一个从5线小城市来的演员，从河南三门峡来，出来大城市来打拼啊。跟我爸妈也说了，我说爸妈，你看我现在坐着绿皮火车出去，到时候就开着保时捷回来。如果做不到，那我就不是一个三门峡人啊。前段时间回三门峡旅游，确实有种回到家的感觉啊。真的不太好找工作，之前就在老家的社区混了1年。我去的时候，亲戚告诉我说：“林琛，你去吧，这社区就是个养老的工作。”
我去了之后发现单位里全是老人，养老是个动词。一会儿阿姨腿疼让我帮她送个文件，一会儿大爷腰疼让我背她上个楼梯，好多老头排着队等我，等着乘坐我。我是我们单位的交通工具。我本来想着慢慢把大爷凑到我的背上，结果大爷直接就跳到了我的背上。他这么一跳，我就知道他腰肯定不疼，腰疼的另有其人。大爷上来之后，嘴里还不停地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这个腿怎么在抖呀？”我心想应该是紧张吧，啊，没有跟大爷贴过。我平常自己上楼梯腿是不抖的。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水泥厂当搬运工队长，我那时候一口气上5楼背3袋水泥啊，我是家里的顶梁柱。听完我就懵了，朋友们，1袋水泥100斤，3袋水泥300斤。大爷年轻在哪儿当的队长？美国啊！这我老了我也胡说八道。朋友们，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多厉害吗？我那时候在社区，是搬运水泥的搬运工的搬运工。搬运水泥的搬运工的搬运工，对的。是家里顶梁柱的顶梁柱，是美国队长的座机。真的就很难。大爷还问我腿为什么抖，就大爷那个重量往我背上一趴，我就知道他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都多。感觉把大爷那个重量放到古代，那曹冲称象就不是什么难题。曹冲称完象再去称他，曹冲都不会了。曹冲石头都不够用，到处借石头，乌鸦都没水喝。精卫都没东西填海，孙悟空就出生在曹冲的船上。回到家我就跟我爸说，我说爸，这活压力太大了，有点累。我爸说你年轻人多吃苦，你能有今天都是老一辈人打拼出来的啊！你现在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我说爸，今天有个巨人大爷，怎么都站到我的肩膀上？为什么别人上个班都是什么赋能、抓手、打通上下游，到我这儿老头扶手背他上下楼啊？而且都已经这样了，我们领导还说要重用我，我心想这个重用可不能超过120斤。真的，我也挺羡慕这些老人的，他们什么都不在乎。因为我在那个工作群就发现，我在里面谨言慎行，不敢多说话。但我看那些老人，他们敢往里面发表情包、唠家常，还往里面发他们拍的很长的短视频，那叫短视频吗？微电影。发出去之后，阿姨没有权限艾特所有人，就艾特所有人。太勇敢了，每天一下班就拉着我去给他点赞，我都恍惚，我说我是进了个单位群还是进了个 MCN 啊？怎么天天上班给他们打工，下了班还得给他们打榜？朋友问我在社区什么职位，我说站姐。真的就天天点赞，怎么说呢？就我那个视频号都不能要了，我那个喜欢列表特别的割裂，感觉我那个号被我奶奶给盗了。那个猜我喜欢猜不着我的喜欢，我的心里住着一个苍老的小孩。广告也疯了，刚开始给我推那种蓝牙耳机，我没买，刷3、4个视频开始推助听器，一会儿领带，一会儿丝巾，一会儿哑铃，一会儿艾草按摩锤。我在大数据眼里应该已经是个薛定谔的用户了，对，我的年龄应该是在20岁到80岁之间的男人或者女人。并且什么都没买的一个穷人，而且真的这种视频刷多了之后，我还发现就真的有点爱看了。因为看过那种老年人视频的朋友应该也知道，那种老年人视频其实观赏性很高，冲击力很强，你永远猜不到叔叔阿姨的脸会从哪里飞出来，有的时候就从那个花蕊的正中间，唰就飞出来了。然后阿姨还会配上那种特效，就一阵风吹过，那个花是纹丝不动，阿姨的脸开始疯狂的旋转。我看过。有的时候就又从那个山上面滚下来，一颗化了全妆的头，又开始旋转，
最可怕的一次，从我的手机屏幕后面探出来说：“别光看，点点赞啊！”他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。但我也理解老人有自己的审美和潮流，而且大部分老人都非常的可爱。不过我办公室有2位老人，感觉真的有点松弛过头了。我办公室那个阿姨，就是往工位上面摆满了绿植，都长到我桌子上那种，什么绿萝、仙人掌、吊兰，说是用来吸辐射。那工位上都没摆电脑，可能本来有电脑被绿萝吸走了吧，我不知道。而且就那些花花草草长得也特别好，阿姨每天往那个草里面一坐就若隐若现。我王者荣耀打多了，就有点害怕阿姨蹲在草里阴我呢。而且那个大爷也是属于常年吃保健品当饭吃的那种，到哪种程度？我有次见他，吃完了保健品打了个嗝，然后吃了点健胃消食片，也没老糊涂，还知道吃解药，然后。但我不理解，就是为什么这么注重养生的2位老人，他们可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一人开个老头乐，在快车道上逆行，不戴头盔并排聊天闯红灯，怎么会有人怕腰疼、怕腿疼、怕辐射，不怕大卡车呀？就感觉大爷吃完那个保健品，就想上路试试，看这个保健品能不能保护得了我。我看到迎面而来的大卡车，大爷心想：没事，这挂不了，这是半挂。真的，我也是有幸做过一次大爷的老头乐啊！那天下班非说跟我顺路，非要把我送走，然后，我上了大爷那个车，我就发现这个车的名字起的真有说法，就只有老头在乐，你是不可能快乐的。然后大爷带着我全程逆行，我在后面很害怕，我想大喊大叫，但是我做不到，因为我也是一个文本型演员。在那个车上，文本型演员有可能不半挂，但是会现挂。啊，这个不想，没事。然后就真的，就大爷当时带着我全程逆行啊，变道也不打转向灯，一个劲儿打手势。而且我发现他这个手势的意思也不是说自己要变道，他的意思是让对面的车滚开。真的太可怕了。所有的车都得让着他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要敢撞上，老头乐坏了。真的就是太不安全了，是吧？正常的车上有安全带、安全气囊，大爷车上的小音响播放着腾格尔的《天堂》。我说这该不会是大爷的导航吧？我说大爷，人家车上有那么多安全设施，你这车上什么都没有，你有什么？大爷不语，只是一味的逆行。我明白了，大爷有勇气，大爷有医保。真的，后来有一段时间在单位里面真的没有看到大爷再来上班了，我听说是医保用上。再回来的时候，他的腰椎上打了几根钢钉，说不逆行了，走过来问我说：“小伙子，我腰疼，你能不能背我上个楼梯？”我做完手术瘦了。我说大爷，你打完钢钉重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林琛。来，各位投票倒计时。再次掌声送给林琛。林琛，你说的这是自己在社区工作1年的一些感受。对对。你觉得和这些大爷大妈、老同志共事，经历了这么一段时间，对你有改变吗？有改变，我感觉我有点老人味儿了。现在，比如，就是挺淡的，然后10点半左右睡，然后第2天7、8点就醒了那种，然后也爱吃桃酥。就虽然身体上累一点，但心理上还是比较轻松的，因为跟老人相处好像也不用太拘着板着那种感觉，也没有那么卷。对对对，也不卷，挺平淡的。无非就是多看一些他们爱看的视频嘛。对对，刚才你说那段视频，那可把瞿颖姐乐坏了。对，尤其是从花蕊里面打着滚出来的，对那个愁那个是不是啊？对，我们都乐。刚才不是说他特别小吗？但是我觉得他的表演风格就还挺稳的，文本也是里面的这个梗特别多，对，就是真是我们生活中也能够看到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笑得特别欢。你说什么那个
花滚下来。不是那个视频是什么？我介绍一下，因为我感觉我看过，但是我没有。就是一些特效，就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后边一个歌，就是有什么龙啊、凤啊，然后云啊，大爷就在天上飞。就有点像以前那种就是大头贴的那种画质，然后它整个画面就是一朵花，然后它会配着那个音乐，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，然后那个脑袋就被抠图，然后抠出来，然后开始滚啊滚啊，整个屏幕在那滚，像屏保一样那样，知道了吧？就。然后就开始滚了。哎，可是那个奶奶就是说她上传一张自个儿的图片，就是那样摆着的，然后就把头就抠出来了。你其实就是只要发一张图片。出来的就是那个模板，花蕊有的时候花蕊负点责任的花蕊的那个花先打开，哎，打开它就不动了，然后就开始变成你的脸滚出来了。哇塞，小红老师自个儿试过，肯定是对不对？因为我经常收到。我经常收到。经常收到。就是把这些当做自己给你好玩一天的每日一服。因为我之前录节目也去过老人院，哎，就是牛奔老师。然后那个之前我们去过那个节目，就是去算是疗养院，应该是对，很多老人在那儿，然后知道了很多那个老年人的智慧。当时有一个奶奶大姐看着，当时对我说奶奶看着60多岁了，然后过去问说您这个多大了？她说82了。我说您看着太年轻了，这都靠什么呀？她说靠瞎掰。然后呢？我就不该信你。哎，对，但是重点就是在于，其实你跟那个老年人们有什么好多，就感觉他们智慧，我还是这么想，还是他厉害，有我当时那种感觉吗？就是一些什么事儿，判断一下。啊，我有点困了，刚才都不是。就是作息，我可能要睡午觉，然后没有听明白。哎呦喂，行，对不起，好嘞，我把您无聊到了，对不对？好嘞，行，反正不管怎么着吧，反正就是有这样经历不错，是吧？该您了，哎，下一位，终于有人能收拾大张伟了，好嘞，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，没事儿，我开心的，没事。我觉得林琛他是个很耐心的一个表达者。我所谓耐心，就是他在一个梗里面，他会比如说翻3番，但这3番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，可是情绪和层次是递进的，是的，你就会觉得很给力，很过瘾。另外，他的表达又够好笑，又很讽刺，但又很充满了善意。所以你会觉得他是用很平等、尊敬、有爱的视角在表达那些他们那个社区的老年人，所以我觉得很可爱。还有就是这个顺序太妙了，就跟在 TZ 的后边。然后因为后边他也讲到类似于就是那个要快出车祸那状态，就是很妙，中间还有一些现挂。即便那个现挂有一个没有效果，但依然有效果，所以我觉得很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看一下林琛的票数以及竹林五贤的总票数。187，我才192，得190。现在的最高是，哇，目前的最高票数，对，所以就是这种云淡风轻的，然后生活经历的，年轻帅帅的，哇哦！来，掌声送给林琛，林琛回到自己的队伍。林琛似乎没有什么爱好，感觉就很像一个已经退休的在家赋闲的人。这个点儿我应该睡午觉。也不太爱说话，八竿打不出一个屁。他有点老味儿，就是比较淡，比较平静。他们很多事儿都不太在乎，感觉除了生死，别的都是小事。我一直用老派的方式生活着。生物钟规律的很固执，早睡早起。我不喜欢市中心，我感觉市中心就是人太多，车太多，会比较喧闹，还有那种钢筋水泥的声音。我的身体里大概住着一个老人，替我把时间放慢。我的身体里也住着一个小孩，他是负责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意思的。他也会好奇，在这个大王洞里面有多少蚊子和人。湖的对面会不会住着也在录真人秀的猴子？我能回去吧？应该。
湖水下面会不会也藏着不愿意上镜的水怪？那我到底是谁？有人说我是 I 人，有人说我是语文课代表。大海拥抱清晨，索取日出暖温。我有时候是承载万物的海水，想平静地看着海鸥飞，但我有时候也是海面上的海鸥，想去抢一抢。蛋炒饭是我的脸，感觉加一些调料会更好看。这只小狗很坚强，草也很坚强，我也很坚强。大爷快乐，我也快乐。这辆车能装下295G 的快乐。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小孩，我没那么特别，但我希望能永远拥有感知力。竹林五贤马上派出的这位朋友真的很有特色，他每次说话的时候，大家都需要把耳朵竖起来仔细听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直接开洗吧，开洗啦，开洗吧！欢迎岛主，大家。谢谢你们。那我们直接开洗吧。掌声送给岛主，看一下岛主的票数，152啊。好，岛主回到自己的团队。没事。没戏。竹林五贤最后要派出的这位朋友刚刚毕业，上次跟我们分享的是他的专业，今天又会跟我们分享什么？掌声欢迎冯子豪。上。嘿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冯子豪，谢谢大家。感谢大家，我叫冯子豪，我节目第3轮了，压力说实话真的很大。观众也很好，有观众来排解，说那个没事儿，你别老想着是节目什么的，你就把它当成是脱口秀的高考。我说我压力本来没那么大，我挺想在这个脱口秀的高考上讲讲我的高考的。因为我的高3可能跟大家状态不太一样，我高3那年是2020年，所以我的高3是线上复习，然后延期1个月高考。高3上的是网课，各位这真的是一段独特的经历，它会让你深深的明白高3不能上网课，根本没有用。网课，各位，本来高3就困，老师上课又催眠，在家里上网课。完美解决了教室里没有床的遗憾。每天的流程那叫一个丝滑，早上起床打开电脑进入房间失去意识。哎，直接就昏过去。你们没在课上睡过那么好的觉，在最缺觉的年纪碰见了最好睡的网课。我记得有一节课我睡得有多踏实，我闭眼之前教室里有52个人。我睁开眼的时候，我是会议主持人。这个就已经够恐怖了，更恐怖的是，我一抬头发现评论区我老师给我留的一句话，写着“晚安，冯子豪”，很恐怖，很想管自己，但是真的也想让自己歇会儿，每天对自己就是睁一节课闭一节课的。一觉睡醒骂自己怎么能睡得着的，下节课一上课问自己这怎么能睡不着呢？真的不是我想睡，那个时候网课刚出现，老师其实也不会上，我们老师快退休了，半辈子没怎么摸过电子产品，让他上网课，给他急得去楼下5金店买了个摄像头，那都不是摄像头，那就是一个智能门锁。都不进光，拍出来他人是黑的，电脑屏幕一亮，2个眼珠子发光，很诡异，感觉像走夜路碰见一只狼，也不吃你，教你知识。这都不是最尴尬，最尴尬是我们老师他是一个高需求老师。
我不知道各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高需求老师，他非常需要学生的反馈。你听他上课，你感觉像伍佰老师在开演唱会。他会上到一半，突然说：“同学们，这道题的答案是一起来。”在学校里就够尴尬了，对着他那个锁眼儿，还一起来，我们都没起来。后来老师就烦了，就频繁的要检查我们的上课状态，办法非常简单粗暴，就是打开我们的麦克风。但是当年上网课的我们也不是吃素的，我们当年所有人家里的麦克风都坏了。而且各位，这是一个很有信念感的谎言，你要演一出哑剧，你要看着你的脸出现在屏幕上，老师说冯子豪起来回答问题，然后我拿着麦克风。打字，老师，我的麦克风好像坏了。老师在对面仇恨地望着我。知道了，下次打字小点声。还要考试，高三最重要的就是考试，也没法考，只能线上考试。什么叫线上考试？就是给你发一个 Word 在群里，你做完了再把 Word 发回去，这个叫考试。还发通知呢，说同学们今天是线上考试，所以无人监考，希望同学们诚信考试，不要作弊。我看完通知，脑子里就剩下了作弊。作弊不对啊，不要学我。但要不说18岁，毕竟还是孩子，不知道收着点儿，抄就抄猛了，出来分一看650，我给我吓惨了。我说这也太明显了，抓紧打开班级排名一查，倒数第4。等网课结束，回到学校里开学，其实心里真的有点崩溃，想早点考完，早点结束，结果又延期了1个月。各位可能不太记得了，延期这个事儿我们提前是不知道的，是临时通知的，大概是在距离高考70天的时候宣布的延期30天，就非得在这天宣布嘛。我们全班看着班长走到讲台上，把倒计时的牌子从70翻回了100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在百日誓师那一天，带着上一世的记忆，他没有上一世的知识啊。班主任还安慰说没事，这种事也想得到。谁想得到？谁百日誓师的时候能想到满100还能送30啊？还我们想不，他自己都没想到。我2019年年底的时候还找他请了1个月病假。不请给我，非常生气，说把自己当什么了？请1个月病假，高考能等你1个月吗？人啊，还是要相信自己。哎，但是其实很多人不太理解，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会问说：“哎，你们当年多了30天准备高考，好事啊？不是应该准备的更充分吗？”不应该，那是人家学习好的。我们这种学习一般、学习差的，多30天不会学更多，但会忘更多。多的那30天里，感觉油门踩到底了，车在往后开。而且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各位，我们不知道学啥，因为中国已经大概有20年没有在7月份举行高考了，所以所有的学习计划到了6月就结束了。我同桌是5月底突然反应过来说：“咱6月学啥呀？”我说不知道，我看他们都学驾照。很难受，这段是今年刚刚写的，演员朋友们也来问说：“哎，是不是写成段子了？就你跟高考就已经和解了？”我想应该是和解了，对吧？毕竟都已经过去2190天半了。我没有和解。但不一定所有事儿都要和解才能走下去。我现在还是会做梦，梦见
我压力大的时候，我就会梦到高三，我会回到高三的卧室里，我会看到我眼前的屏幕上写着“晚安，冯子豪”，很恐怖，但是不和解也没关系。我还是会梦到2020年的夏天，但希望以后我会梦见2026年的夏天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各位，我是冯早。这个笔很酷啊，这个笔很好的这个笔。OK 键确认有效票数，倒计时。再次掌声送给冯子豪。冯子豪的这段我特别有感受，因为当时你在听网课，我们所有人都不会讲，我们在上网课。对。然后我们每天要面对同学麦坏的、摄像头坏的，然后家里面彻底停电了、断网的、睡衣的、睡袍的，旁边有一只猫的，它和猫躺在一起的。你就能看到他不是在拿电脑上课，他是你 Q 到他的时候，他在临时用手机上。他其实就在躺在那儿睡觉呢，就在那块儿睡觉呢。所以哇，特别有感触。所以你用的那些方法，不光是高三同学在用，大三的同学也在用。大家都是一脉相承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特别好，他特别可爱。之前的选手有老说我是什么文本型，这个型那个型。我刚才拍灯的时候，其实是你在表演的那一块儿拍的。我觉得无论是从写你这个故事讲的，还是最后的有一个比较走心的地方，我觉得都特别好。特别是他那个哑剧的那个表演的分寸也特别好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属于很有天分的那一类的演员。说明我当时骗我老师骗的挺严重的。哎，你表演过网卡吗？网卡啊，哎，卡就是待那儿不动。对。然后而且还是突然是这样，突然说，对，确实就是这个，还要抽，不能你一直就在那块卡着不动，那就不真实。你要卡一下，动一下，卡一下，你要抽。哎呦，还是你厉害！要一针一针的抽。你是不是已经在卡住了？他已经在卡住了。刚才说什么？有点卡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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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，你麦我好像听不太清。哎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子豪肯定能决赛。我觉得啊，是种子选手，因为你感觉他特别厉害的在于这些事儿，他就能从这个文字里就能写出一包袱来，是那种不是说他当然说他也发生了，但是他有一种能力，就是直接就是平地抠饼，就能把一句话，然后怎么着推，他能找出几个笑话点，他能写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有这种能力的人，然后当稿很多的时候，量很大的时候，一定能够一直奋战到冠军。冠军到就是决赛，然后所以说希望在决赛见，好不好？厉害，好了，谢谢，感谢谢。哇，一开头就觉得哇好恐怖啊！我觉得哇自己在家我都不敢想，因为我是比较没那么自觉的那个，我觉得哇很难控制自己，我是那种做正经事，任何人来找我都可以让我陪他去玩的那种人，所以我就一下就感觉到压力很大。所以你是哪类型的？是非常自觉那种。我就是像我说的，睁一节课闭一节课。就我也想催自己好好学，但是真困啊。问题是真困，旁边真有床。我给大家透露一个信息，隆重的时隔6年，感谢一下周深。因为当年2020年大家都是上网课，包括那个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也是网络上毕业。我们当时做中国传媒大学的网络的毕业典礼，你说网上都大家都隔着，就怎么这个直播要好玩？我就跟周深说，我说要不你在家给我们的毕业生唱首歌吧。然后周老师就8点半给2020年那年网络毕业在网上进行毕业典礼的毕业生唱了首歌。哇，真的很难，又困又要调麦，前奏进了2遍都没进去，对不起。但是很重要，周深老师真的，因为您唱那首歌，其实对那年的学生，对我们当时那个状态，其实真的会很重要。我虽然没有听，但是我相信对那年的毕业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声重要。你看看，没白受这苦。我也是白站起来，谢谢你了。
厉害厉害厉害！不是人家他那会儿高中生，他为什么要看传媒大学的大学毕业典礼？但是特别棒。对，谢谢，不要再鼓励我了。冯子豪实力很强劲，而且越战越勇。我觉得就刚才那一段，你说你要什么？要文本有文本，要表演，要出梗，要态度，要情感表达，全部都有。对。而他表达的是从一个高3毕业生角度讲一段共同的记忆，而他的外表是个很学生气的那种表达，但内在又是有他的情绪和他的观点，有一些小的愤怒，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。哦，今天是7月6号，哎。是的，鸟鸟老师，这就为什么我选择在今天讲。是我们6年前高考的前一天。7月6号是当年我们高考的，咱们高考，我们高考，我们高考是7月7号。对，所以他一说高考不在7月份，已经隔了20年的时候，我就内心因为现在高考都是6月7号嘛，是被观众接住的感觉真的很好，然后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就跳下去，然后就飘在他们中间演，这种感觉特别好，感觉这个夏天有我一份。我之前对于夏天真的很反感，首先因为我很瘦。夏天穿的衣服少的话，就会让我很自卑。然后夏天很热，我比起热更喜欢冷。夏天有蚊子，我很讨厌蚊子。夏天总是有遗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夏天总是有遗憾，所有的遗憾好像都发生在夏天和秋天交界处的地方。仔细一想，那就是考试，它就一直在我这个柜子的第1层，然后就在这个毕业照的下面，就这个信封，这6年它一直在这儿，就它是一个我当时考试的那个小包，然后我就没有动它，里边的所有的笔啊都是我当时高考用的，这个就是准考证，这个就是准考证，这个是我。它本来应该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的最重要的机会，但是我没有能够拼尽全力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。它就是一个和解不了的东西。我处理事情的方式不是和解，是覆盖。脱口秀相当于捞了我一把，我感觉我又有了一张白纸，我能随便的涂我想涂的颜色。我会永远记住今天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至少从第2轮、第3轮开始考得不错了，我交了一份我自己满意的答卷。会想起出票的时候大屏幕上写着206，会想到今天我在结束之后给大家鞠了一个大躬，我会想到非常非常多的画面。冯子豪，你做得不错。在冯子豪给大家带来了一段共同记忆之后，我们要请4位回到台上，因为我们在看到冯子豪的票数的同时，也就能够了解到竹林五贤得到的总票数。冯子豪得到的票数是，感觉跟撑子差不多，或者比撑子高。我觉得会超190，绝对超，超了，超了。哇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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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195，可以190，哇，太狠了！竹林五贤总票数863，而刚刚的舞文弄墨895，所以30票，崩了俩。竹林五贤成为当前排名第2的小队，请进入到排名区。演好，演好。我们出了一本杂志，每个人都给彼此写了一些话。
我实在太好奇了，为何5人组中年龄最小的他总是说出一些特别有哲理的话？他说可能还是想回家乡。小明是那种想逃出家乡的人，对，我是一个从家乡外面想往里进的人。你不想逃离吗？曾经想过，但是逃了之后发现还是得回去。年龄最大的我和年龄最小的他，把我们串起来的竟然是故乡。他说我和他就像截然不同的两面，我迫切的想要逃离，他却在内心小小的渴望着回去。他说他没有安全感，这是他回去的理由，也是我出来的原因。他在努力长大，我却试图继续保持童年的状态。在相反的路上，我们此刻却在并行着。可是谁能捋清自己真正的心绪呢？我看到他是疲倦的模样，他看到我是不是也会被我的无知震惊到呢？他刚刚起步的人生已经开启了加速键，我却试图让时间再慢一点。子豪，其实没事的，慢一点也没关系，一切都会好的。线下比赛确实常见琛子，感觉有些沉默寡言，是书生气很重的男生。他似乎一直活在高中，在压力最大的人生时刻，坐在他的旁边却能体会到生活中的小美好。他悄悄地承载了很多东西，他应该是愿意付出自己的人吧，但你自己也可以多笑一下。高中生确实容易担惊受怕，顾虑重重，没关系，世界很大，一直做高中生也可以，给别人带来笑容的同时，也让自己笑一下吧。岛主单纯善良，对。先别急，等一等。感觉听完把我治愈了。我这个人其实不太会表达出来，更多的是观察大家和通过文字写了下来。啊，我从来没有放上去过。我们一起做追风筝的。撒手！哦，可以啊，跑起来！有了！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共度这个脱口秀的夏天。今年身份升级了，作为总编剧实在忙不过，急需一个靠谱的搭子。来，哥，看这怎么样？这个看起来太慢了，我追求速度。这个不够稳，它还关键是个掉链子。这个好，速度快，服务好，既靠谱又智能，就选它了。果然，工作好搭子还得是中国移动。有中国移动好网络在，总编剧这个活我可以放心的接了。不知道为啥，我总能激发男人的保护欲。他们是互相吸引的老铁。一个人怎么可能单着突然就有老婆小孩啊？就需要很勤奋、很努力。上岸第一件，先斩社会人。感觉所有人的呼吸都被你拿住了。一边哭一边自拍啊！吃饭的时候必须把咖啡倒在米饭里一块儿吃。谢谢，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你可以使劲去挖，能够挖到很多好东西。去哪边是你的自由，但是你一定能进决赛。快乐不整虚的，咱的评价都是真的。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。番茄是个宝，茄皇错不了。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。颜值饥客鲜满10分，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。一口畅爽，烧烤更有烟火气。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。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，助力宝宝体质双优。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。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，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。咔嚓咔嚓，一起脆翻天，本节目由美味酥脆、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。脱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，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，享优惠看演出。6月26日起，周5、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，会员抢先看1周。周日中午12点段子加更，居然还有段子可以看。周1中午12点脱友日记，大王动了夏天，围观合宿生活。周2中午12点脱友好好玩公园，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。周4中午12点离场之后，杨海源和脱友们慢慢聊。8月5日起，每周3中午12点遇见他们第2季圆桌又开，鲁豫和更耀眼的他们。
带着冷笑话出现，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，不用解释，一个眼神到位，不用装完美，做自己才最宝贵。哦，拜托拜托，暂时忘掉一切，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，不用想明天，明天还很遥远，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。哦，烦恼往外跑，今夜有你们真好，这是我们的约定，祝你今夜过得开心，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，就要和你聊一整宿，就要笑声传遍海洋和银河，就要快乐快乐快乐，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，就要感受此时此刻，就要和你一起躺在沙发高歌，就要快乐快乐快乐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感谢丽丽城传媒、天气通、新浪新闻、腾讯娱乐、山东文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。上知乎参与脱友3问题讨论，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，解锁惊喜好礼。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。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，上小宇宙 APP 搜索脱友3特别企划，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友局。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聊一整